这绝对是现代历史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围城保卫战。乌军82天的坚守，乌克兰政府不放弃任何人的7次直升机救援，让一支乌军小队抵挡住了俄军最精锐部队的进攻，并收割了上万名俄军士兵的生命和摧毁了数百件俄军装备。本期火力军就带大家回顾一下这场俄乌经典的马里乌波尔战役，看一看这个充满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的故事，看一看乌军小队是如何抵挡俄精锐82天的。在战争爆发之前，马里乌波尔拥有50万人口，是乌克兰第10大城市，也是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临时首都，拥有伊利奇冶金厂和亚速钢铁厂这2座在苏联时代的巨型工厂。或许大家知道，苏联在经历2战后吸取的教训之一，就是工厂如果需要在战时进行生产的话，就必须将厂房建得异常坚固，同时设立足够人防设施，在敌人空袭或炮击时来为工人提供掩护。所以这2座苏联时代的工厂在战争爆发之后就成为了乌克兰守军的天然据点。当然，出于军事上的敏感性，俄乌双方都没有给出钢铁厂具体的构造，但毫无疑问，亚速钢铁厂成为整场战役中最难啃的骨头。可俄军却还是将第一进攻目标选择了亚速钢铁厂，选择了马里乌波尔，这是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俄军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猛，而是想打乌克兰守军一个措手不及，这远比正面排兵布阵更容易得手。其次，马里乌波尔位置优越，若是能拿下这里，俄军就能打开从克里米亚到顿涅茨克的陆路走廊，从而轻易调动2个地区的资源，形成犄角之势。再次，马里乌波尔及其周边地区拥有巨大的工业能力，资源非常丰富，这对俄军维持战力至关重要。最后，乌克兰最勇猛的反俄部队亚速军团驻扎在马里乌波尔，其自2014年保卫了这座城市后，就一直在东部对抗俄军部队，并对其造成了严重伤害。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俄方找的入侵口号中，其认为乌克兰亚速军团与欧洲极右翼有联系，因此打击亚速军团就能让俄罗斯士兵一直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一举数得。所以马里乌波尔就成了俄军第一个拿下的目标。那马里乌波尔有多少乌克兰守军呢？由于在战前误判形势，乌克兰在南部战线部署的兵力不多。在马里乌波尔，乌克兰守军除了约有1500名亚速团士兵外，仅驻扎着乌军第36海军陆战队旅、第503海军陆战队炮兵营以及第109国土防御大队和第23独立执法旅等部。据估计，在马里乌波尔战役之初，乌克兰守军仅有3500人，后来有了乌军第17坦克旅、国民警卫队第21旅等部的增援，才勉强凑了8100人进行抵抗，但武器质量和数量依旧存在差距。乌克兰守军的武器大多是有限且老旧的 T64、T72坦克，以及 BTR 和 BMP 装甲车等。反观俄军一开始就下血本来入侵和占领马里乌波尔，其出动了俄军第58集团军、第150步兵师、第810海军步兵旅、车臣北方营、第3特战旅以及顿巴斯民兵的斯巴达营、东方营、索马里营等多支部队，具体人数不详，但大约是俄正规军和顿巴斯民兵共2万人，且凭借数量庞大的机械化军团开启多线推进，在让乌克兰南部战区陷入极其被动局面的同时，企图对马里乌波尔实施合围。那俄军具体是如何行动的呢？2022年2月24日凌晨4点30分左右，俄军使用惯用的欺诈手段，让2艘俄罗斯油轮在亚速海朝着马里乌波尔城市径直驶去，吸引乌军注意力，同时发射大量巡航导弹和火炮，打向了该市东部的乌军阵地、海防总部等目标。此举标志着马里乌波尔战役的开始。在俄军导弹袭击期间，当时的亚速军团领袖丹尼·雷蒂斯·普罗科彭科迅速控制了基地，试图恢复秩序，但无奈阵地和通信基础设施因导弹袭击沦为了废墟。于是他果断让士兵传令，将能收拾的所有武器弹药转移至亚速钢铁厂，同时让马里乌波尔港附近的海军尽可能多在沿海地区布雷，以拖延俄军登陆时间。
与此同时，俄军开始安排多支部队从克里米亚东北部和马里乌波尔东部同时入侵。其一，俄军安排超过4000名装备精良的第126和第177海军陆战旅士兵，与第19摩托化旅会合，一同开始沿着海岸线向马里乌波尔推进。2月25日，俄军攻入了梅利托波尔，并于次日占领了市政大楼。期间，乌军第128山地旅试图夺回城市，但实力差距过大，很快被俄军击败。3月1日时，乌军第128山地旅被迫突围，梅利托波尔自此陷落。其二，2月24日，俄军从第810海军陆战旅安排2000名士兵和30辆装甲运兵车，在马里乌波尔以西70公里处登陆，并于2月26日进攻比尔江斯克。俄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这座城市，随后将其改造成俄军在南部的后勤中心。俄军也以此为基地，继续向马里乌波尔推进。在此期间，受乌军布雷影响，俄军推进速度被延误了2天。乌军也利用这次延误，向曼谷市镇部署了2支高度专业化的部队，并先发制人地炸毁了当地桥梁。也就是这时，乌克兰守军发布了将战斗到最后一刻的视频。其三，俄军则安排顿涅茨克第1集团军和第150机械化旅在马里乌波尔东部和东北部对乌军第36海军陆战旅阵地发起了协同进攻，并开始着手切断从乌克兰腹地通往马里乌波尔的交通线。而为避免被包围，坚守2014年防线的乌克兰海军陆战旅被迫撤退，特别是第36旅第1团被迫放弃在赫努托维和萨尔塔纳镇的阵地，撤退到城市东郊。这是俄军对马里乌波尔的第一波攻势，同时标志着大规模战斗的开始。之后经历了数天战斗，到3月1日，俄军第150机械化旅成功突破乌军防线，与从西面进攻的俄军第810海军陆战旅会师。3月2日，俄军正式从东北西3个方向完成了对马里乌波尔的合围。当时世界各家研究机构对马里乌波尔的前景都十分悲观，其中美国战争研究所曾在当年3月4日的报告中表示，俄军将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攻占马里乌波尔。接下来是城区战斗，乌克兰守军书写了一份充满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的答卷。3月4日，经过2天的修理和准备之后，俄军开始进攻马里乌波尔外围防线，其第一个目标是伊利奇冶金厂。事实证明，骄兵必败。俄军被之前快速突进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很快被乌军逐出了城区。到了3月9日，被打醒的俄军开始调整了战略，不再寻求快速攻下马里乌波尔，而是加强了对市郊控制，同时调集大量火炮和步兵，逐步清理城内的乌军火力点。此时，俄乌双方进入了挨家挨户的巷战。在此期间，乌克兰总指挥部也意识到了马里乌波尔的危机，派出了全副武装的乌军第54和第56机械化旅前来解围。但很不幸，早有防备的俄军在马里乌波尔西北的罗季夫卡镇将其拦下，乌军所有救援行动都被迫放弃。那马里乌波尔守军放弃了吗？并没有。乌克兰守军利用不先进的武器，利用每一座建筑顽强地阻击俄军。3月11日，由于乌军熟悉地形，在巷战中屡屡吃亏的俄军放弃了抢攻港区和伊利奇冶金厂的初始目标，而是想要以钢铁洪流的无敌之势攻入市区，将城内乌军分割成2部分，但遭到了乌克兰守军的英勇抵抗，如来自亚速海军团和第73海军特种部队的乌克兰守军，在 BTR 支援下发动反击，摧毁了大量俄军冲锋队和装甲车，并击毙了俄军第150机械化旅指挥官奥列格·米塔耶夫。又或是在城市东部，乌克兰守军仅利用迫击炮和小型武器，就数次击溃了俄军第22和第346卫队师的突袭，并成功杀死了俄军黑海舰队副司令。总之，当时的乌军总是在以小规模出击的形式，全天埋伏拥有人数优势的俄军突击队，并取得了非常有效的反击。此举充分显示了乌克兰旅的勇敢和凶猛，同时也充满了舍己为人的精神。因为自此之后，俄军开始将其他关键地区的部队调来这里辅助进攻，并恼羞成怒地对乌军阵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空中和炮火轰炸。等将乌军阵地彻底摧毁后，俄军装甲纵队开始沿着和平大道前往马里乌波尔中心。3月18日，顿涅茨克民兵宣布攻占了马里乌波尔机场。3月20日，俄军宣布暂时停火，允许乌军从绿色走廊撤出城市，但遭到了乌军拒绝。于是次日，俄军恢复攻势，并从海上对乌军阵地进行了无差别炮击。
同时，俄军还进行舆论战，通过高音喇叭向居民广播，乌克兰政府不再接收难民等谣言。3月28日，俄军在巩固了市中心的阵地后，开始重新将目光放在伊利奇冶金厂上。俄军从北部发起进攻，试图包围伊利奇冶金厂和其内驻守的第36海军陆战旅。在波浪式攻击期间，俄军第810旅指挥官及其副手被乌军成功清除，俄军一时难以存进。在城市东部靠近亚速钢铁工厂的地区，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只是由于俄罗斯海军陆战队和机械化部队损失惨重，俄军指挥部将车臣阿赫马特旅部署了过来，与乌克兰部队展开激烈战斗。但在战斗几天后，车臣阿赫马特支队的副指挥官就在战斗中阵亡。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之后车臣会被称为网红的原因吧。在这之后的2周时间里，俄乌双方在马里乌波尔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城市战斗。据悉，俄军第810海军陆战队旅的战斗损失高达 85%， 第17机械化旅也被打得必须轮换，但换来的是俄军取得突破性进展。4月7日，俄军攻破了连接伊利奇冶金厂与亚速钢铁厂之间的防线，完成了对伊利奇冶金厂的合围。与此同时，俄军也开始向海岸推进，试图包围和消灭驻守在港区的乌军。4月10日，俄军攻占马里乌波尔的渔港，成功将乌克兰守军分割成了3块。此时，战争研究所再次认为马里乌波尔将在1个星期之内陷落。而被包围的乌军在这个关键时刻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在伊利奇冶金厂内，至少被困了800名乌克兰士兵。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当时亚速旅指挥官和第36旅旅长之间发生了激烈争论。乌军第36旅旅长认为要向北突围，从而与位于马里乌波尔以北100公里的乌军大部队会合。亚速旅指挥官则希望该旅向南取得突破，并与马里乌波尔周围残部会合。由于争论始终没有结果，在外部俄军压力下，4月11日，乌军第36旅旅长带着500名36旅士兵，试图通过装甲车突破北部。但当车队即将离开马里乌波尔时，遭到了俄军空中和地面部队的伏击。乌军第36旅包括旅长巴拉纽克在内的大部分战士在突围中被俘，少部分战士在希尔盖沃林少校的带领下进入亚速钢铁厂，只有极少数战士成功突围。他们在第17坦克旅奥列格·格鲁泽维奇中校的带领下突破了俄军的防线，随后昼伏夜出，徒步175公里抵达了乌克兰控制区。等到4月18日，俄军攻陷马里乌波尔市区的港口地区，乌军残部也全部撤入了亚速钢铁厂。至此，马里乌波尔市区已全部被俄军占领。而这场战役也迎来了最后的高光时刻。在俄罗斯单方面宣布控制马里乌波尔市区后，马里乌波尔唯一抵抗区只剩下亚速钢铁厂，而俄军的目标就是要在当年的5月9日那一天在马里乌波尔举行阅兵。于是，俄军开始大举进攻亚速钢铁厂，他们试图从东面和北面取得突破。4月20日，俄军利用一波接一波的空袭，试图杀死工厂内剩下的所有乌克兰守军。但就像视频开头说的，经过苏联的加固式建造，亚速钢铁厂拥有先进的隧道和掩体网络，地下所有建筑物都能互相连接，因此其成为了俄军的噩梦。每次进攻的俄军都会不明不白地死在来自各个方向的伏击下。而亚速钢铁厂的乌克兰守军每天都遭受俄军土2-2的战略轰炸。据统计，4月25日至28日期间，俄军每天都要进行50多次空袭，以摧毁亚速钢铁厂掩体。有分析评价称，从4月20日开始的亚速钢铁厂战斗，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最复杂、最残酷的战斗之一。5月4日，俄军完全清理了亚速钢铁厂北部的仓库区和东部的生活区，并且成功攻入了亚速钢铁厂的主建筑群。但也为此付出了数千名俄军士兵的代价。于是5月5号，俄军停止了对亚速钢铁厂的强攻，转而对钢铁厂进行了大规模炮击。与此同时，乌克兰军方评估后认为，短时间内无力解马里乌波尔之围，所以开始和俄方谈判投降事宜。最后5月1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要求亚速钢铁厂的守军投降。这场持续时间长达82天的马里乌波尔战役就此结束。此战，乌军总计有约3900人被俘，约4000人阵亡，只有极少数士兵成功突围或是在当地隐藏了下来，而俄军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俄军和顿涅茨克武装损失了约6000名士兵和不计其数的武器装备。
值得注意的是，马里乌波尔乌军能坚持82天，除了顽强的意志外，乌克兰对马里乌波尔守军的空中补给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如此艰难的形势下，乌克兰政府并未放弃马里乌波尔守军，选择通过直升机低空穿越俄战区，为被包围的乌克兰守军送去了关键补给。据悉，在整个马里乌波尔围城期间，乌空军执行了至少7次空中补给行动。这些补给行动一方面为守军带去急需的医疗物资和武器弹药，另一方面也鼓舞了守军的士气，让他们知道政府不会放弃任何人。这称得上是俄乌战争中最伟大的壮举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补给航班上，有来自各个旅的特种部队志愿者，他们将帮助卸下补给品并装载受伤士兵。至于他们自己，则会留下来战斗。其中前4次运输任务奇迹般的顺利，如在第1次运输中，2架米八低空穿越俄战区，飞了近100公里才将补给送到乌克兰守军事先准备的几个特殊地点上，并带上伤员返回乌克兰控制的领土。后来演变为由4架以上米8运输和米24掩护的更大规模任务。不幸的是，在第4次任务之后，行动被俄军发现，先后有3架乌克兰运输机被击落，其中1架坠毁在马里乌波尔城外，另外2架则靠近南部前线。世上没有攻不破的要塞，乌克兰也不例外。但乌克兰守军的英勇却给战斗添加了不一样的色彩。其82天的坚守，乌克兰政府不放弃的7次直升机救援都值得肯定。马里乌波尔也因这场奇迹般的保卫战而闻名世界。在欧洲纷纷退订 F-35的浪潮中，比利时提议他订购的剩余 F-35A 战机要在意大利而非美国组装。综合外媒14日报道，比利时国防兼外贸部长弗兰肯周一接受最新消息报采访时透露，他已与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讨论了该想法，建议在意大利卡梅里最终组装和检查生产的 F-35A 战机，从而促进欧洲经济发展。若是该建议被采纳，将标志着欧洲国家采购国防装备方式的转变。法国国防媒体报道称，该提议已经引发了关于跨大西洋合作、欧洲国防自主权以及 F-35项目错综复杂物流的疑问。F-35是北约空中力量战略的基石，比利时订购的是 F-35A， 平衡了敏捷性和续航力，是非常优秀的空优、地面打击和情报收集的多功能平台。比利时打算将它们部署在弗洛雷讷和克林恩布洛盖尔空军基地。当地为了容纳新机队，已经耗资2.75亿欧元升级基础设施，升级内容包括新机库、模拟器室和维修设施等，体现了比利时致力让 F-35在2030年前服役、全面发挥战力的决定。只不过该项目目前仍面临挑战，尤其软件升级方面很可能会推迟最初定下的交付时间，也因此弗兰肯提议将生产转交给意大利卡梅里来完成最终的组装和设施检查。卡梅里设施是全球3大 F-35组装线之一，是欧洲 F-35生产和维修中心，另外2个分别在美国德州沃斯堡和日本名古屋。该设施已为意大利和荷兰组装了战机，而瑞士也计划要在当地组装36架 F-35A 订单中的24架。事实上，卡梅里拜战略位置还有先进基础设施之赐，已经成了美国生产的可行替代方案，甚至能简化欧洲经营者的物流。因此，弗兰肯的建议可能会受到欧盟的大力支持。4月12日，乌克兰代表团抵达华盛顿，就与美国的矿产资源协议进行了重新谈判。不过，由于特朗普政府提高要价，美乌的这份资源协议谈判再次陷入对抗气氛。在新的矿产资源协议中，美国要求乌克兰：1. 必须偿还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所有援助； 2. 乌克兰必须将其自然资源开发利润的1半支付给美国控制的基金； 3. 美国要求收回该基金的所有利润，直到乌克兰归还战争期间获得的所有援助，并每年支付4%的援助款。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份新协议依旧没有提及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此外，在新协议中，美国还提出了此前没有的要求，即要求乌克兰将俄罗斯天然气股份公司通过乌克兰的过境管道控制权移交给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看样子，美国这是想在战后通过该管道向欧洲供应天然气，以实现从欧洲获取利润的计划。如果美国不改掉这些离谱的条件，火力军相信这份协议也注定无法签署。节目最后，大家是如何评价马里乌波尔战役的？
如果是你，会如何拯救乌克兰守军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